教育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我就是要教育他，干什么？为何眼前的中国小伙对着媒体镜头如此的愤怒？只因为在赛前的称重现场，外国选手实在太猖獗，竟然一脚踢到了中国小伙的头上。这一下彻底点燃了中国小伙的怒火，发誓明天上台必须要打废对手。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俄大战，没有错啊，中国大战俄罗斯。好，那我们都知道啊，如果在擂台当中，中国选手遇到了俄罗斯选手，都非常的友好。比赛第二，友谊第一。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来自于俄罗斯的选手却极其的猖獗，他被美国所收买，在发布会现场竟然一脚踢到了我们中国小伙的头上。那么赛前更是狂言啊，说今天呢让中国小伙洗好脑袋，洗好脖子，准备为他踢爆头颅。好，这个家伙就是眼前的俄罗斯版大汉奸啊，肯扎耶夫。好，这个肯扎耶夫呢，在俄罗斯也是个流氓小混混啊，经常打黑市拳赛，而且下手极狠，平均每5场比赛就要打废一个人。据说他在俄罗斯打了超过500多场比赛啊，都是街头的斗殴啊，非常的残暴。当然，观众朋友们，这一次他来中国踢馆，我敢保证他肯定会有来无回。有请中国战队最近 YFU 战绩3战3场终结的铁头娃娃张继赫。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眼前这位正在身披5星红旗出场的小伙，就是我们的中国小将张庆赫。好，那张庆赫最近的战绩也是非常不错啊，3战3胜3场 KO， 而且年仅22岁的他呢，在去年拿到了我们全国的男子自由搏击的冠军。好，可以说是势头正猛，但是没有想到啊，人送外号铁头娃的他，在赛前被对手一脚爆了头。所以说本场比赛，我们的中国小伙张庆赫赛前就是霸气表态啊，要在1回合之内教对手做人。好，比赛开始了，让我们不要少说，红方选手红色裤衩，张庆赫，蓝方选手白色短裤就是肯扎耶夫。好，小心，对方明显是想打地面。目前我们是2-0领先俄罗斯战队。好，张庆赫的话是练习散打出身，所以说这个地面战呢并不是他的强项。好，能看得出来，张庆赫呢很明显啊，并不想和对方的这个俄罗斯选手打地面战。哦呦，张庆赫，哦呦，小手一挥，示意对方啊站起来打啊，不要躺在地上给我当缩头乌龟。肯扎耶夫一上来就把对手要往地面来带啊，挂腿。而张庆赫之前在我们武林龙中队威宁站的比赛的时候是52秒断头。哦呦，漂亮！张庆赫这个距离上的把控非常的好，没有给到对方第2次抱摔我们的机会啊，吃一堑长一智。那么张庆赫也很年轻，才22岁啊，所以说他的反应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我们的中外对抗赛呢，优德集团还为获胜的人员提供了这个武术基金。是，漂亮！张庆赫最近是风头正劲啊，3战3胜，连胜的一个状态。对，两个人的前手，两个人这小步伐，对，都很刚啊。对，哎，下前抱腿，往龙网边顶。好，哎，断头，看看能不能拿住啊？好漂亮！哎，拿比较紧啊。对，可能要看看起来之后是个什么样啊？马上抱住对手的腿，聪明啊！好，继续回到地面。对，肯扎耶夫确实是聪明。好，对方肯扎耶夫的打法呢，非常的克制张庆赫。那么张庆赫他并不是很擅长地面啊，拳脚功夫才是他的主场。但张庆赫的防守做得也不错啊，单手箍住了对手的脑袋。那么这时候的话，对方也不能够做太有效的打击。是在撑对手，漂亮。肯扎耶夫这把拆的不错，就是我逃不出来，但是你也拿不住我。紧紧的抱住张庆赫的一条腿，要往外拉。对。好，勾腿。好，这个把已经放了，现在选择去抄对手的腋下，把对手往上提。双方持续的一个龙兵对局，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对于双方的体能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看一下张庆赫能否顶住对方的这个进攻。哎，这时候什么情况？我对手的体能好像是突然断档了，被张庆赫顺势是带到了地面。会怎么样去发挥？我们来看一下，到齐正位还过来之后，好，开始了砸击。这是一个施展张庆赫拳法的一个好机会，让对方做了一个全防守，也就是把整个人啊抱住了张庆赫，让我们去砸拳。
对方的这个打法的确是有点赖皮啊，但是没办法，这是综合格斗，任何招式只要不犯规都是可以的。好，张庆贺上位的砸击，赛前这一脚的怒火全在这一刻倾泻而出。但是我们看张庆贺的拳仿佛，哎呦，这好像是没有砸到对手啊！哦，对手头部的摇闪。好，但是不要紧，张庆贺还在打，连续的上位砸击。好，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半的时间，这个时候想 KO 的话完全有机会。张庆贺还在打，现场裁判已经是蓄势待发。哦呦，冲起了对局！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恭喜张庆贺！台下的中国观众纷纷鼓起了掌声。说过，我要教育教育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高鞭腿，什么高鞭腿？我就是要教育他，干什么？哇哦！观众朋友们，张庆贺的这一番发言呢，非常的霸气啊，也非常的给力。没有错，赛前他表示说他要教训教训这个猖狂的小子。那么今天张庆贺他做到了，的确很精彩，的确是非常的给力。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中国小将张庆贺战胜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美国走狗啊！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啊您的收看与支持，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比赛进行至第一局3分39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是最具有血性的民族。外国选手发布会现场恶意推搡中国小伙，结果下一秒惨被中国小伙当场勒断脖子，险些断气身亡。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外对局。那么现在正在高举5星红旗的这个小伙没有错啊，来自于中国河南省的孙树伟。好，孙树伟这场比赛也是一场啊非常具有血性的对局。赛前想必你也看到了，孙树伟呢被外籍选手一个塔吉克斯坦的选手恶意推搡。观众朋友们啊，连小小的塔吉克斯坦都敢来中国猖獗，孙树伟当即就想揍对手了。小伙很年轻，所以说呢血气方刚，人不轻狂枉少年，所以说孙树伟就是这样一位少年啊，他血气方刚。好，那么接下来出场的这名选手，观众朋友们啊，他就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扎尔法齐斯别克夫。这个小子很猖獗，赛前不仅是恶意推搡孙树伟，而且他还放话称我们中国人的脑袋是豆腐做的。哎呦，怪不得孙树伟这么生气呢。夺回现场啊，当时是有这个裁判啊，还有这个观众人员拉着，如果不拉着，我相信孙树伟啊在赛前已经把他揍一顿了。好，一起来看双方的赛前数据面板：22岁对阵23岁，183的身高对阵185，体重都是77公斤，臂展182对阵188。臂展和身高上来说呢，孙树伟今天还是有优势的啊，尤其两人站在一块儿。孙树伟明显是略高一些啊，臂展上的优势啊还是更大的。赛前孙树伟也是很生气啊，表示今天要把对方的这个扎尔法把他打回塔吉克斯坦啊，滚回你的小国，不要来我们中国。这场比赛有很多人在关注啊，因为对方的这个塔吉克斯坦选手啊确实太猖獗了啊。好，漂亮的举板小姐，还是有点保守啊，观众朋友们，相较于这个韩国和美国来讲啊，确实比较保守。好，比赛开始了。那蓝方选手孙树伟，红方选手是扎尔法齐斯别科夫。双方的战架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方的扎尔法他是练习自由摔跤出身的，而孙树伟则是一个自由搏击。这个孙树伟的胳膊呀，确实是比较长，188啊，将近190的一个臂展。手呢是放的是非常的远，这既可以是衡量距离，同时也是可以阻止对方的一个冒进。好，那目前为止双方都是1胜1负的战绩。
刚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试探，并且呢也是相当危险的双方对决。是之后看一下角落。都很年轻啊，包括孙书伟呢，他才23岁。也是采取现在这种完全不考虑对手低扫能力啊，直接是抡拳就打上去。是的，威胁很大。扎尔法的箍颈膝撞呢，也是相当具有威胁性的。是这边的话，孙书伟一直把自己的前手放得很远。哎呦，对方冲上来了，但是孙书伟的这个距离把控啊很好。对方想摔。孙书伟的缠斗能力呢是相当的高。是。看一下孙书伟的这个近身缠斗的能力如何？可以说在缠斗上有自己的心得。是的，看谁能拿到这个摔法。打击在吃身，想扳倒对手还是有难度啊！哎呦，双方呢真是非常的焦灼。我们看到扎尔法。对于孙书伟这种腿长、胳膊长的选手呢，对于打这种地面作战啊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他的超强臂展啊、超强的大腿在地面上是发挥不出优势。想要去爬背，之后推开在龙角，我们看这边直接搭住了一个头，哦，非常危险。那么从力量上来说呢，孙书伟在整体的力量上还是有着极强的一个爆发力。好，双方回到站立之后，看一下孙书伟的站立水平啊。双方对攻，再次的对撞式的拼拳。孙书伟看到他的对于拳。那么几波换拳下来之后呢，可以发现孙书伟换拳啊和对手完全不吃亏，非常的快。扎尔法要注意，这个时候还在找机会。扎尔法给人感觉还是以不变应。低扫，哎呦，这个低扫劲儿够大的。开始换架了，刚刚是不要忘记孙书伟也拿过全国泰拳的冠军，再来超腿。现在双方的混战。对方扎尔法现在拿到一个上位，对方想摔，但是孙书伟的力量很足。凭着这种打击站立和缠斗的技术转换，起撑啦！危险了，你不想让扎尔法骑在你肚子上？确实，这个起撑不是很高。我们看到，先稳一下自己的重心，接下来要进行自己的输出或者是降服技的布置。打拳，哦呦，孙书伟的力量太猛了，观众朋友们。转瞬之间啊，就拿到了对手扎尔法的上位。连续打拳，凭借着188的臂展，骑乘反骑乘，反骑乘之后，孙书伟188的臂展能够帮助他实现更加犀利的输。最后的1分钟时间，看孙书伟有没有机会。一个重拳，是不是有机会拿下比赛的 TKO？ 我们看这一边是一场恶战。我的天哪，孙书伟的重拳太猛了，对方扎尔法这个时候有点晕了，扛不太住。再次的重拳夹击，拉平，这个对扎尔法来说不是好消息。是的，三角锁成了，这时候不知道孙书有没有机会。哎呦，这个太快了，不到3秒钟，这个扎尔法拍手投降。好，可以看到孙书伟现在非常兴奋啊，因为这场比赛呢，他教训了一个很猖獗的外国人，一个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选手啊。让我们恭喜眼前的中国小伙，一个年仅23岁的小伙孙书伟完成了这场中外对抗赛啊，很精彩。好，一起来看一下刚刚的精彩回放，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孙书伟拿到背后裸脚之后呢，这个速度很快啊，对方的扎尔法没有任何的反抗。很快啊，仅用了3秒钟，赶紧是拍手投降了。这么高的大个子孙书伟，竟然能用降服的方式 KO 对手啊，这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因为这种比较身材高大的选手啊，都是打站立的啊。那今天孙书伟呢，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孙书伟战胜了对手，完成了今天比赛的胜利，很精彩啊。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孙书伟的赛后发言。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是最具有血性的民族。注意看，这个嚣张的日本选手竟然大摇大摆地冲上前来，当众殴打中国小伙。
场面瞬间爆发激烈冲突，现场的工作人员赶紧上前阻拦，不料刚被拉开的日本选手依旧嚣张跋扈，再次冲上前来殴打中国小伙，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然而在接受采访时的他更是当众大放厥词，明天打中国人的比赛我要全球直播，我会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会像打狗一样打飞中国人，直到他们跪下来求我为止。好，各位亲爱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非常解气的中日大战。好，那想必在赛前你也看到了，这个日本选手呢非常的猖獗，当着所有人的面殴打我们中国选手啊，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辱我们。不仅如此，在接受采访时，他更是当众大放厥词啊，表示说今天的比赛呢要全球直播，要当着全世界的面像打狗一样殴打我们中国选手。好，可以说很久没有见到这么嚣张的这个日本选手了啊。好，没有错，比赛已经开始，让废话少说。白色短裤来自于日本的选手梅野元志，黑色短裤来自于我们中国新疆的小伙哈姆勒斯。这场比赛要小心，对方的话是全日本的泰拳冠军。很多这个日本选手啊都会跑去练泰拳。归根结底啊，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没什么可练的啊。确实没什么可练的，因为这个日本武术啊，可以说不如我们中国武术的1/1000，哪怕是1/1000啊，那恐怕都不如。虽然说哈姆勒斯呢才26岁，但是他已经有着超过20年的一个散打经验，在国内呢，6岁时便开始练习散打。对方的话是有着主场的优势啊，所以说比赛开始呢压得非常的凶。好，打一个近身，对方冲过来之后呢，哈姆勒斯很聪明啊，立马和对方打了一个贴身的搂抱。值得一提的是，对方的日本选手他是出生于日本的武士世家。所以说赛前他更是狂言说今天打不赢中国选手啊，他就当场见自己的爷爷去啊，怎么见？他就是剖腹自己，没有错啊，打输了就剖腹。实际上现在很多日本人在出门的时候啊，都习惯性的往身上带一把水果刀，这把刀啊和别人吵架的时候，生气了不是说捅别人啊，是捅自己啊，这日本人果然是不一样啊。哦，漂亮！哇吼，这拳塞得很准。虽然说比赛开始看起来对方打的是比较凶，很明显哈姆勒斯的这个拳啊打得更准，而且我们的战术执行也很好，包括距离的把控感。对方更多的是用这个腿法来骚扰和进攻，但是并没有造成太好的效果。好，比赛第一回合结束，非常的精彩。那双方的这个战力水平是不太一样啊，一个呢是散打，而另一个的话是泰拳。那么赛前对方的日本选手扬言说今天啊要全球直播，没有错啊，本场比赛正在全球直播，即使你在非洲也可以看到本场比赛。那对方的日本选手也是狂言说今天呢如果打不赢我们中国小伙，他就选择以死谢罪啊，就是剖腹。好，我们看这个家伙长得是贼眉鼠眼，8字眉，小胡子，哦，典型的日本人的模样。很多人说啊，说我不要攻击别人的长相，我这个家伙的确长得很丑啊，这是不得不攻击他啊。我们不是攻击他，说的是事实。我们看我们的新疆小伙，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啊，这才是真正的大帅哥。好，接下来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精彩对局，绝对要比眼前的美女还要精彩，还要漂亮。好，我们看哈姆勒斯的眉骨啊是开了个小口，哈姆勒斯的这个眼眶比较高，所以这个血呢很难流进去，这也是大眼睛啊新疆人的一个优势。好，第二回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对方还是不断用扫踢来破坏哈姆勒斯的重心。好漂亮，哈姆勒斯很聪明啊！对方见对方有想冲上来的这个意思，立马进行搂抱，不给对方太多这个打近身缠斗的一个机会。因为对方是练习泰拳啊，所以说打这个内围呢，他的顶膝很致命。好，再一次主动来和对方打内围啊，这个对方日本选手没有办法。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中国小伙哈姆勒斯的战术呢，非常的保守，几乎都是在打迎击和打反击。这样一来的话，容错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对方日本选手也不嫌累啊，一直这个低扫、中扫、高扫。实际上，哎呦，这个明显的一个犯规啊！哈姆勒斯刚刚在倒地之后，对方是补了一个肘击，这个日本选手明显是着急了啊，连这个综合格斗的招式都已经用出来了啊！哎呦，什么情况？哇哦！观众朋友们，我看这个日本选手对眼了，我勒个天哪，这个飞膝啊，太快了，完全没有看出来哈姆勒斯还有这一招。哈姆勒斯本场比赛一直保持一个被动的姿态啊，扮猪吃老虎。我们看现场的美女已经吓呆了。好，我们看现在对方的这个状态啊，想活下来这个的确是有难度了啊。好，本场比赛啊非常精彩。我们都说打日本人3大宝啊，上勾、顶膝加高扫。那今天我们的哈姆勒斯用这个顶膝啊，拿下了对方的日本选手，非常精彩。我们看一下，对方冲过来的一瞬间，立马就给上一个飞膝，非常的精彩。好，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新疆小伙哈姆勒斯。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断头台，这是雷利非常擅长的断头台，拍了！100年一遇，旱地拔葱断头台，中国小伙臂力惊人，拔起对手脑袋，当场掰断脖颈，吓傻裁判。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非大战，没有错，中国大战菲律宾。好，正在出场的便是菲律宾的综合格斗王者 PUCC 的冠军杰西·保罗。这个家伙有着非常丰富的国际大赛经验啊，赛前更是表示说呢，自己完全不担心本场比赛会输，因为他有十足的信心能够战胜中国选手，并且表示说打赢中国选手就像杀掉一个小鸡仔儿一样简单。好，观众朋友们这帮老外真是越来越猖獗了啊！看我们中国现在是拳坛发展的好，有钱了，都想来中国呢来踢馆啊，来闹事儿，无非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当然挣钱可以理解，不过踩我们中国选手，羞辱我们中国选手，这可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也绝对忍不了。好，面对菲律宾选手的嚣张至极，本场比赛我们中方派出了草原骄子阿里腾黑利。这个小伙子来头不简单，观众朋友们，据说他呢天生臂力惊人，从小和一些个野牛、牦牛和一些个山羊练习摔跤，所以说他的双臂力量非常恐怖。一般的家用小汽车3-4吨重的小汽车他一只手就可以轻松推动，没有错，他的双臂就是如此惊人。好，这个阿里腾黑利到底有怎样的魔法？到底他的双臂有多么的厉害？那么我就废话少说，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并不是在我们中国，并不是在国内而是在泰国曼谷。
好，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战袍阿里腾黑利，蓝方选手黑色小裤衩。好，对方穿得很紧身啊，那说明他有可能会去打柔术和摔跤。他就是菲律宾拳王杰西·保罗。阿里腾黑利呢，虽然说他的战绩呢并不是很多，他经历的比赛不是很多，但是他其实对于 MMA 这种理解和这种训练呀，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有一定的不错的基础。杰西·保罗是一位来自于菲律宾的悍将。菲律宾的传统的项目是拳击，还有菲律宾一直都非常强的泰拳以及武术散打，以及近些年来也是进步神速的地面缠斗的功力，也是让菲律宾呢 MMA 人才辈出。而且杰西·保罗是 URCC 菲律宾最大赛事之一 URCC 的前冠军。面对一个冠军级别选手，我们看阿里腾黑利呢表现的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紧张。当然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阿里腾的黑利战绩不过打了3场比赛，2胜1负，所以说经验不是特别丰富。哦，注意看，哇，阿里腾黑利刚刚呢就像脱缰野马。哦，不愧是来自于内蒙的小伙，他的骨子里天生就有着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这个态度。杰西·保罗对拼。有很多的摔跤手在转型 MMA 之后呢，有的是更加偏于缠斗，有的呢因为深知自己深厚的缠斗的功力，而有了选择跟对方站立对拼。刚才黑利这几个后肘重拳也是有打到对方，然后有一定的优势。这场比赛我们在阿里腾黑利的身上的确看到了不少的大将风范。他最擅长的应该是摔跤但是呢我们看他也不着急，并没有贸然的去把自己的底牌和杀招交出来。非常让人觉得敬佩的就是他在比赛过程中呢，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来依靠自己的老本行，就是摔跤。我们看到阿拉腾黑利自始至终现在都没有一个摔跤的这种意图更多的就是偏向于站立，这也是证明这个 MMA 选手的这种成熟。是的，而且黑利呢已经2到3次挨到了杰西·保罗的刺拳之后呢，表示一种不服，而且是你来挑衅的一种姿态。所以说对于阿拉腾黑利这场比赛的自信心，阿拉腾黑。好，观众朋友们，看阿里腾的摔跤能力果然是够强摔倒对方对他来讲呢非常的轻松。在赛前我们也说了，阿里腾黑利呢经常和一些个水牛和野牛摔跤，所以说摔倒这个菲律宾的猴子那是非常轻松的。好，但是我们注意看对方双腿在上盘，阿里腾的双臂要小心了，可能会受到威胁。盘得特别高，就越容易做成各种各样的转换的锁技。阿拉腾黑利，然后现在阿拉腾黑利是拿到了后背，非常强势的一个过腿拿到后背之后，这个位置对于杰西·保罗来说非常危险，因为他的身体已经被阿拉腾黑利的2个腿勾进去，他身体的各种反转都会被受到控制，而且呢他看不到黑利的动作。最危险的就是黑利可以从这个位置实施背后的绞杀技术。黑利这时候其实可以考虑做一做打击。刚才一度时间看到杰西·保罗想要，观众朋友们，现在这个杰西·保罗就像一个小鸡仔像个乖宝宝一样，他只能任由阿里腾黑利呢随便去摆弄，因为双方选手在力量上的差距呢，观众朋友们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对方本身呢就瘦得像个猴子一样干瘦，来自于菲律宾呢，喜欢吃香蕉。好，注意看，对方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这是把吃奶的劲儿使出来想跑，但是在臂力惊人的阿里腾黑利面前哪有那么容易。粘住了黑利的手臂，不敢轻易的放松。再次的接抱腿，再一个勾腿摔，漂亮。黑利再把这个站立的摔跤技术是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双方呢是刚才是快要滑出场外的时候，现在要回到场地中间，以相同的姿势重新开始。这也是反映了混沌决综合格斗的公平公正的规则。刚才这个动作，杰西·保罗做的有些急，给了阿腾黑利前可以说是前估计自己最为擅长的这么一个体位的机会。好，第1局比赛结束。好，第1回合比赛结束了。那您觉得阿里腾黑利这个小伙子表现如何呢？23岁，
虽然说在战力的拳法上可能没有对手那么精湛，那么的老练啊，但是在气势上我们绝对不输对手。包括在摔跤和近身缠斗方面上来讲呢，阿里腾黑利是绝对的优势。所以说本场比赛的第一回合，阿里腾黑利顺利拿下。没有错，双方的比赛来到第二个回合，看一下阿里腾黑利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要从摔跤下手啊，摔跤这一块呢，对方真是拿我们没办法。哦，阿里腾黑利还在挑衅对手。每一次啊吃到对方的腿法或者拳法之后呢，阿里腾黑利不退，反而是先挑衅，然后再继续猛攻，要和对手这个全面的进行展开对攻。杰西·保罗还是显得非常谨慎。我们看到黑利的这个站立的技巧啊，站立打击技巧也是非常的成熟，身体在不断的很自如的晃动。杰西·保罗的站立打击技术还是以单击为主，但是每一个单击呢，再次的勾啊，我们一看还是有勾腿，但是没有成功。这时候杰西·保罗要采取抱摔。Jesse able to defend it this time. 哎呀，还是没有拼过 Good takedown. 前自由式摔跤手黑利。这一个转身啊，摔的也是非常的，就要借力打力。好，想去反抱腿。Good scramble. 这是一个圈头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好，断头台，这是哎呦，黑利非常擅长的断头台，拍了，这个是黑利最为擅长的漂亮断头台的部署。哇，观众朋友们，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招旱地拔葱断头台，就问您见没见过？好，再来看一遍。哇，这个臂力，我的天哪！对手像个小猴子、小鸡仔一样，被阿里腾黑利轻松拔起啊，连根拔起。看来对方的脖子、脊椎应该是不行了。哇，这一下太狠了！哇，哈哈，对手没死，我只能说他运气不错。好，恭喜阿里腾黑利教训了这个嚣张的老外。我们看对方在颁奖的时候已经不在了啊！再次恭喜，咱们下期视频再见。